Hello，大家好，我是阿木实验室肖奇。今天我们来测试这个还是 FMT 这个开源的飞控系统这样一个项目。那我们测它的 EKF 这个状态估计跟互补滤波的状态估计的这样一个效果。现在这个 FMT 它目前已经支持了这个 EKF 的这个状态估计，那么是从 P-4那边移植过来的。那么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非常感谢这个 Mooncake 网友，他对 FMT 这个 EKF 这个算法进行一个移植，非常感谢他的工作。那我们今天来测一下它跟互补滤波这样两个状态估计的这样一个算法的对比。那么会从定点模式到定高模式，然后到航点模式，来分别做一一对比和一一测试。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了这样一个起降板，我们把飞机装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来测一下这个 EKF 算法定点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油门超过50%，起飞。这就是 EKF 的一个定点效果，目前有点微风，大家可以看到它草在动，大概是2到3级这样一个微的弱风的一个这样一个状态。它现在是定点的这样一个状态，目前是 EKF。OK， 我们来让它往前飞，切到那个定高模式。高度保持也还可以哈，就是。在 EKF 状态下，它的这个返航，然后一键起飞，然后一键返航控制精度大概是多少？当然这是普通的 GPS 啊，没有上 RTK 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看一下，地面站可以起飞一下。Mission 飞行模式。它现在开始飞这个航线，飞完航线之后，它应该会降落在原起飞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它跟刚开始降落的这个偏差是多少。Hold 飞行模式。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才返航，我们起飞点是在这个绿色点，然后返航大概它误差大概有个1米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记录一下这个位置哈。我们再起飞一次吧。这也是 GPS 的这样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精度吧，因为 GPS 误差本来就是米级的这种。已恢复。Mission 飞行模式。Hold 飞行模式。还是一样，对。可以看到它这次离这个中心区大概有半米的这样一个误差，那我们可以大概觉得它返航精度大概在1米左右，1米这样一个精度。OK， 那我们现在是测完这个 EKF 的滤波器状态。OK， 我们现在把它的这个代码刷成互补滤波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首先是定点的测试，它现在是定点的这样一个测试，互补滤波。我可以跟那个 EKF 做个对比，相当于两个画面切一下就行了。刚才是那个定点，现在是定点不动。那么我们现在机动飞行测一下，我们飞高一点。我们发现实际上感觉互补滤波
要比 EKF 好一点。我推测是因为 EKF 的一些这个参数啊，还有一些它的参考的传感器的一些值啊，可能需要做一些设计和调整。我们只是简单的移植过来，可能它的一些参数啊设置没有进行一个调整。它的这个尤其是做传感器融合的时候，这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我们感觉这个互补滤波会更好一点。那我们定高测试一下。这定高的测试，我们再切到定点模式。我先降下来了。模式已解锁，已解锁。Take off 飞行模式，飞行模式。Mission 飞行模式，飞行模式。Hold 飞行模式 ，Hold 飞行模式 ，Return 飞行模式 ，Return 飞行模式降。Land 飞行模式 ，Land 飞行模式。好了，它2次返航都在压入这个圈，就它明显比这个 EKF 的这个状态下的这个返航精度要高。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综合去评判一下，就是说我们感觉它互补滤波无论从定点这样效果，还有它返航的精度这样效果，实际上是要优于目前这个更好的一个算法。实际上讲道理，它应该比互补滤波还要更强才对。但是它目前是因为 EKF 呢，它目前是融合了这个 GPS 的这个位置信息，对位置信息的权重是比较高的。那么因为这个普通 GPS 它本身就有一个密集的这样一个漂移，所以会导致它的定点还有它的返航精度呢，可能会稍稍的要差一点。因为互补滤波呢，我们没有去参考这个GPS 的位置信息，那我们参考了 GPS 的速度信息。那么 GPS 的速度信息实际上是比较准的，但位置信息可能它会有这样一个漂移。但如果换上 RTK 这种效果，应该会好很多。那总体来讲的话，实际上这个 Kalman 的这个滤波算法应该是会更先进一些。但是如果说你的调的参数或者是这个没有配置好的，或者是一些传感权重没有配置好的话，会导致它的这样一个状态估计效果有可能不如这个互补滤波。这应该都是一个参数调整的过程。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测评就完毕。